不知郡主叫我来是为了何事啊？不必跟我装糊涂，我今日方知，原来你也是我爹安插到王上身边的人。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都是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哼！你跟我爹一丘之貉，蓄谋屠龙之术，用不着把我也攀扯进来。我跟你们不是一路人。你当这么容易就能成事？你们圣医族族规森严，一旦王上山灵崩，你这圣女也难逃一死。就算你侥幸逃脱，我也一定不会饶过你。这次会不会又是南平侯故意让他试探我的？我得小心应对。郡主说的是，只是臣命如萤火，自然跟翼王的日月先辉不能相提并论。只是若是换作郡主，背上一族的倾覆，该如何做抉择呢？我只知道，倘若王上活着，我爹还能颐养天年。我爹谋事若成，王上是半分生还的余地都没有。看来他跟他爹还是不一样的，对翼王确实存有真心，非常时期。算了，也不便跟他交底。郡主刚才一番高论，难道不怕被侯爷听见吗？听到又如何？无非就跟这几日一样，把我关起来，成了瞎子、聋子、哑子，让我接触不到一丁点王上的消息罢了。虎毒不食子，对自己唯一的骨肉，他还能怎么样？对他，我也一样。倘若我爹真有了攻城之日，我自然不能拿他怎么样。但你们这群乱臣贼子，我有的是法子折磨你们，替王上报仇。郡主高山景行，在下实在是佩服。不过刚刚郡主口口声声说要为翼王报仇，可自己都不敢去找南平侯，只能牵动我们这些乱臣贼子。这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，怎么说的？哦，真是窃钩者死，窃国者为诸侯啊！郡主，那在下便告辞了。是郡主，走走，快来人！是，快来人！快来人！郡主，别动，千万别动，他有剧毒。但是没事，他叫柳叶青，不会轻易咬人的，你只要不动就行啊。快把他给我弄走！快！你撒了什么？雄黄粉，可以驱蛇驱虫的。郡主，你在对郡主做什么？郡主，蛇！嘘！混账，还不快给我退下！郡主可还安好？可有损玉体？快把这片竹林给我烧了！别再让我看到那条恶心的东西！奴婢这就差人去办。哎呀，险些忘了瑞玉仙的药酒。哎，等一下，郡主，我刚才看见那条蛇完整健硕，可不可以赏给我呀？那个是用来泡酒的上好材料。再说了，郡主为了一条蛇毁了满园的亭亭翠竹，多可惜啊！区区几期不值钱的竹子，跟郡主的玉体相比，何足挂齿？罢了，速捉走，别再让我看到那条东西。多谢郡主。是雄黄，往那边跑了。哎，算命先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睡觉啊？我在这里追思先贤，感化下竹林之风啊。哎，美人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来捉蛇。蛇？哪里有蛇啊？可能没在这儿吧。哎呀，那可吓死我了！算命先生，
我看你这步履蹒跚，脚下虚浮的样子，像是中毒之兆啊！你不会被蛇咬了吧？啊！而且你浑身怎么这么大雄黄味啊？不会是那条柳叶青从你身上爬过吧？啊！我不会被蛇给咬了吧？快给我把脉！哎呀，我头好晕啊！我是不是中毒了？有脉，脉跳流利，如盘走珠，气血充足。你这个脉象直追怀胎4月妇人的喜脉啊！无碍。美人儿，这上苍有好生之德，你怎么老爱追着一条小蛇穷追猛打？捉来泡酒啊！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它可以散寒祛湿，还可以活血止痛。可惜让它给跑了，不然的话，不过话说回来，那条柳叶青是我从小到大看见过最好看的一条蛇。此话当真？美人儿，你不但医术了得，品味也是1等1的。你这样哪行啊？你得给尘世间那些平凡女子留条活路。嗨，好说。其实我的医术啊，莫非他真的被抹去了仙家的记忆？方才见我的真身，竟怕成那个样子，现在看到我，也一副痴懵的模样。且让我来试一试。随后公主，别来无恙。不认得我了？大胆狂徒，郡主闺迷岂是你能直呼的？何敢擅闯侯府后院？大家有话好说啊！其实他呢是个算命先生，知前世通来生，算个半仙呢。在下复姓扑哧，单字君，扑哧君，乃是新来的门客。刚才冲撞了诸位姐姐，还望见谅啊。还有这么奇怪的名字？真成凡人了。对不住了，凡界可是本君的地盘。这位姐姐生得龙章凤姿，此生必名扬天下，跌宕起伏。哼，油嘴滑舌，爹怎么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招了进来？扑哧君，这么不正经的名字，一看就不是你父母给你取的吧？聪明。实话告诉你，这名字是我老婆给我取的，怎么样，好听吗？啊，虽然不正经，但是还挺贴切的。看来你与尊夫人的感情一定很好吧？特别好。哎，你怎么会突然想到去南平侯的麾下效力啦？嗨，换着呗。这南平侯门下呀，有3000多食客呢，可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他亲自招募的。哎，自从上次与你一别啊，我可是惨了。我被他下面那些小喽啰天天缠着，让我给他们求签解卦。哇，真是的。既然你会算命，要不然你给我算一算啊10卦9不准，都是骗人的。你想算什么？我想……哎呦，美人儿，你这眉头上的丧气啊，都快把你这个纱给戳烂了。怎么，在烦什么呀？如果有个人，他拿着刀逼你，戳着你的软肋，让你去做一些违心之事，你会怎么办？切，我命由我不由他，理他作甚？叫人戳中软肋，从了是错，不从是痛。唉。看来咱俩是同病相怜呀。同病相怜。普世君，你通晓命数，料事如神，怎么还会有烦恼啊？来，不管这些了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忧。来，干杯！干！
王上重病若此，老夫身为宰辅，不能替主上分忧。有负圣恩，有负天下，老臣万死。哀卿言重了，起来吧。本王寡德是以天降重疾，与哀卿何干？今日有何要事，还要亲自前来。王上，臣有一折。又是那妃。外面千头万绪，副相为何总惦记着本王后宫那点事儿呢？微臣斗胆。王上此刻圣功不遇，然膝下犹虚，社稷危矣。那妃一事应该提上日程了，一则为王上冲喜，二则也是为国朝诞育王嗣，绵延国祚。话虽不错，但是本王现在身体抱恙，怕是会耽误了妙龄女子的青春年华，不如等本王痊愈，再做计较吧。能入宫侍奉王上，诞育王嗣，乃无上荣光，无量功德。试问天下女子哪个敢不奉诏？副相这意思是不信本王会有痊愈之日了。臣不敢。倘若王上执意不肯纳妃，臣等另有一书上奏。副相真是左右逢源，滴水不漏啊！王上见笑，众臣联名上书，恳请王上从宗室中择一至美才高之子，立作王储，以固国本。原来这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兜了这么大个圈子，副相的本意在此呢。非臣一人之意，朝中大臣众情踊跃，共推老臣前来请奏。搁着吧，容本王想想。愿祈王上圣体早日康复，老臣告退。你给本王设计的这场重疾，可真是捅了马蜂窝。不过也好，他们越急，南平侯那边就越松懈。这兵法有云：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，正合此道。没听懂。当初南平侯把你送到本王身边，自认为是给我下了一剂生附子，想要毒死我。千算万算，谁也没料到你却是我炮制熟了的制附子，毒药变成了良药，回天救命第一品。我说的可对呀？副相，他们怕我随时升天，动摇国本，定要给我纳妃子冲喜。到时候臣一定会展示臣生平所学，为王上和娘娘调配滋阴补肾的方子，以求多子多福。你还真是个榆木脑袋。其实我不喜欢那些女人。我说的是我不喜欢外面那些女人。哦，从小到大，你被拘在圣医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试着换一种人生，比如做一个正常的女子，或者做翼王后？
沙尘了。臣自幼长在山野之中，平日里无趣的很，什么都不懂，只会诊病炼药，不知道如何服侍君王。难道我在你心里就那么肤浅，不值得托付吗？臣无需托付于人，自食其力便很好。皇上，外袍。锦觅，王上他爱上你了？没有啊。那，你爱上他了？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会爱上皇上呢？锦觅，你可千万别忘了族规，姑姑和长老们那关可过不去。我知道，我心里有数，你放心吧。锦觅姑娘，润玉仙，你干嘛突然出来吓我呀？不是你唤我出来的吗？啊，对，润玉仙，你看，这是我送你的酒。上次润玉仙让我帮你酿的酒，我已经酿好了。锦觅姑娘有心了。不知润玉仙的昙花可开了？正是时候。好美啊！这院子现在真如仙境一般，好香啊！润玉仙，不知道天上的仙宫是什么样子啊？很冷清，只有几株昙花，一只懵懂小鹿，和一个小仙士为伴。看他这副黯然神伤的样子，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唉，神仙心，海底针，好难懂啊！还是换个话题吧。哎，润玉仙，那你们天上有没有不同寻常的景致？可否说与我听听，让我长长见识？好呀，我的处所外有一座彩虹桥，桥上便是一望无垠、星辉灿烂的天河，那里非常美丽。每当我思念起某个人，我就会去那里。怪不得每次我在梦中见到润玉仙的时候，总会伴着彩虹桥出现。看来那位仙子润玉仙对他思念甚深啊。对了，润玉仙，你上次跟我说那位仙子答应陪你夜赏昙花，后来呢？后来怎样了？可惜，终究没能赏成。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也不可惜，今夜能与锦觅姑娘共赏昙花，也算是了了润玉的一桩心愿。王上，王上。此人是谁啊？他是我的一位朋友，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。
其实啊，他是一位天上的神仙。神仙？旭凤，你这人间帝王做得好不威风。大胆！王上明会岂容你直呼？等一下，臣可作保，他真的是我的朋友，他真的是位神仙，我没有骗你们。追过来了，快杀了火神，好去找大王领赏。说，你到底是不是木慈？你拿灭灵剑究竟要对付谁？无妨，我只是点了他的麻穴，半个时辰后自解。锦觅姑娘，今晚这气氛有些尴尬，我带你出去透透气。要带他走，先问过我。哎，不行啊，他是神仙，你打不过他的。瑞仙，你可千万不要跟我们这些凡人计较啊！你是不是有事啊？要不然你先走吧。世间难逢对手，不战而走，岂能甘心呀？也罢，正好舒展舒展经络。这样吧，我不使仙法，咱们单拼拳脚功夫，点到为止，如何？好啊。不行，真热闹啊！这墙里墙外都开起了群英会。蒲赤君，怎么大半夜的你也来了？我夜宵吃多了，出来转转消消食。走了一圈，渴死我了。楼下讨口水喝呗。云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颜佑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跟我说过，蒲赤君是你夫人给你取的名字。夫人给起的名字。润玉仙，你们也认识吗？哦，他是仙，我是半仙，沾亲带典故嘛。怪不得呢，难怪你能掐会算。你跟锦觅什么关系？他是我，也是我的朋友。在天上的时候还故作矜持，怎么到了凡间就成了一个大醋坛子了？什么天上凡间的？颜佑，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火神，我赢了火神！大爹，我帮你报仇了。
是不是特别解恨？锦觅姑娘，本来以为今日可以和你二人安安静静、心无挂碍的好好赏一回昙花，谁能料到这么简单的愿望都没能实现。润玉仙，君臣所至，既是未开，你要等到那位仙子，她早晚都会回来的。好，那我在天上等着。不过，她……放心吧，她没事的。今夜这事闹得有些大了，抱歉，锦觅姑娘。我必须要消除你们所有人今晚的记忆。严佑君，你可真是四处树敌呀！如何又招惹上魔界的人了？不过是大家都看上了同一件宝贝。难道是因为这剑？从哪儿偷的呀？你知道了也好，或许只有你能让干娘改变主意。怎么，你不认得这面灵剑？千金在手，不如一技傍身。我好不容易才弄来的。哎，又是月下赏昙花，你来来回回就这一招啊？一招鲜不见得吃遍天。哎，我对此啊小有心得，大殿要不要和我切磋切磋啊？上回毁了我的昙花，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怪我啊？上次毁你昙花的明明是火神那帮人嘛。扑之君这个名字，是你夫人给起的吗？你确定要从我玄机宫偷人？我不过是嘴上轻薄，真正偷你人的罪魁祸首在北苑山庄，不仅偷人，还偷得光明正大，六界尽知。哎，要不要帮你去教训他一下？是本神的错，过去是我太宽容了，让你们个个心生奇念。哎呦，大殿下，这可是要一掷夫纲啊！那就从你开始吧。锦觅，锦觅，你醒醒！锦觅，羌胡，你们，皇上，您醒醒啊！皇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这酒里的蛇毒未清？大家可是都喝了这坛酒。殿下，你回来了。走吧。大殿下，你帮我查查面灵剑。是，殿下。
娇珠红素素，邂逅今朝不相离。北辰君，这不是傅弟早已经弃之不用的别号吗？难道这是傅弟亲绘的？这是灵火珠吗？为什么会有灵火珠？他是谁？殿下找到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是回玄机宫吗？我想一个人走走，你先回去吧。木子，木子，木子，我说过了，木此一死。旭凤是我义兄，吉明是我好友，我不准你动他们俩一根汗毛。你若再拿灭灵剑对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现如今灭灵剑已经丢了，我也无能为力，所以公主就不要再跟着我了。这样最好，谁也找不到，谁也伤不了谁。还有，把我的黄铜片还给我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，公主不用再装了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伤怎么样？不死。你站住！抢不到灭灵剑，杀了变成公主，也算给大王一个交代。有赏。木子，是不是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留在我的身边？我真的有去找过你，可是谁都不知道你的去向。在你消失的几百年里，我一直都在忘川河畔等你。你不会又要走吧？我不离开。你现在大伤未愈，别老动来动去的，躺下歇会儿。
3更天了，该安寝了。今日事今日毕，毕完再睡。下去吧。是，臣告退。抢了灭灵剑，杀了旭凤。干娘，你让我做的真的对吗？这支箭落不落，就看我这根头发丝了。近来可有什么好消息？屈安办事不力，把灭灵剑弄丢了。在凡界盘桓了这么多日，你就给本座这么一个惊喜？天后息怒，此番殿下下凡历劫，震动了6界，恐怕有很多人想要对二殿下不利。哪些人？除了魔界之外，还有蛇仙炎佑。齐元怀疑偷走灭灵剑的正是此人。上次惊扰本座寿宴之时，我就起了疑心，炎佑肯定脱不了干系。这一次又卷土重来，蛇仙和鼠仙的背后恐怕是同一个主子。你查查究竟是谁，尤其要注意水神和夜神。说起夜神，他已数次下凡与锦觅私会，屡次破坏了天后娘娘的计划。他可有做对旭凤不利的事吗？那倒没有。可恶的润玉，总是忤逆本座，罪当万死。你对他绝对不要掉以轻心。穗禾的记忆开启了吗？属下近日一直在寻找灭灵剑，所以穗禾公主的记忆还尚未开启。灭锦觅的事固然重要，可是穗禾的事也不能拖延。如果他的记忆开启了，在凡间他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你们2人可以灵机决断。是。你别再让我怀疑你的价值了。如果你再找不回灭灵剑，我就用你的心头血再做一支。那到时候，全明白。梦慈，伤还没好，怎么乱转悠啊？晴儿之后，见你不在，我以为你又走了，我便去寻你了。这山上没什么猎物，所以我去摘了点果子，你先来吃一些。你现在伤口还未痊愈，所以不要到处走动了。现在能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了吗？算你听话，这次就饶了你了。木慈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打点水回来。只要回来就好。
不会回来了呢？哎，你要吃点什么？我给你去做。公主别忙活了，你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如果没什么其他事的话，公主还是尽快回魔界吧。那你和我一起回魔界？我不可能再回魔界了。为什么？莫要再问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母子了，公主就不要再执着了。你一次次救我，就说明你还在乎我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如此绝情呢？因为没有我，你会过得更好。慕斯，忘了我。沃沃渺渺，其昏其明，如烟如晦，生化腾云。雾，没有的东西啊！你连最简单的水雾术都施不好。我记得你3岁的时候，便无师自通潮涌术，能踏浪弄潮，驱使激流。怎么越活越回去了？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还哭！你如此不长进，让为娘如何放心得下？你可知道，外面到处是要打杀你，拿你去邀功的奸险之徒。别哭了，去吧。恩主，颜佑，事情可办妥了？孩儿无能，未能抢回面灵剑。怎么会失手？恩主，天道轮回，母债子偿，自然恶有恶报，不如我们就听天由命，让他自生自灭，可好？听天由命，自生自灭，这是老天的玩笑吗？我等不了那么久，我要他血债血偿。将军，区区几个灯笼，上寝局的私灯就能办得了，却偏偏要麻烦您亲自采买纸张和篾片。我看这王上也太不把您当外人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可不是寻常的灯笼，乃是咱们王上的独门兵器，自然要挑选最好的月光纸，跟最刃的竹篾。兵器？什么兵器？对付梁国的？对手虽不是梁国，但对于王上而言，是一场不亚于梁国的硬仗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自然还是交给将军才放心。唉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哎。将军，将军，咱们好像刚刚来过这里，树下是第2次看到这棵树了。将军，咱们不会碰上鬼打墙了吧？胡说！我去找人问路，你在这等我。
老人家，劳烦问个路。这一回，老婆子要先走一步了。做人别是苦，虽有你一辈子都对我这么好，可生老病死躲不过呀。要是有下辈子，我真不想做人，我只要和你长长久久。哎，我等着你。老头子，我难受，就让我痛快些走吧，好吗？老丈，别！这些银两拿去给大娘抓药吧。这些应该够了吧？孩子，你有心了，可惜老婆子不中用了。老头子，这是个好人，以后有机会你要报答他，报。大娘寿终正寝，是喜丧。老丈请节哀。我和他相守了60年，一日都未曾分开过。人间60年，如梦亦如幻。我也该走了。老丈要去哪儿？从来处来，往归处去。您可别想不开啊！若不嫌弃，可随我去军营。我们这群弟兄，自小无父无母，愿意奉养老丈。你的军营就在前面，往那边一拐就到了。多谢。后生，你心地纯良。我欠你个人情。往后你有什么难处，拿他来找我。将军，这老头看起来古怪，您把钱都给了他，不会被骗了吧？他无儿无女，又痛失老伴儿，怪可怜的。这哪有老伴死了，随随便便就埋在河边，自己一走了之的？何况这个老婆子年纪看起来比那老头子大那么多。将军，我估计您上当了。我原本也没打算追回那些钱，
就当是积德行善吧。大娘，您与秦童不过一面之缘，举手之劳，不敢领受。这个印信，就留给大娘做个念想吧。走，来。舅舅，你怎么了？舅舅。舅舅，莫不是那东西又回来了？我去解个手。见了鬼了！怎么就缠着不放啊？是神是鬼？神明在上，我秦童没做过亏心事，心中坦荡荡。既然执意相赠，这份礼物我秦童就收下了，还请神明不要再纠缠了。明日圣一族的圣女会当众宣布翼王的病情，我便会要求翼王让位，另择明主。只是父相那边，若他翼王明知自己命不久矣，还要恋战尊位，置怀吾的前途和百姓的安康于不顾，想来副相他们也是不会答应的。爹，你方才说什么？你们先回去吧。下官告退。翼王他病入膏肓，且膝下无子，理应速速禅位，尽快交替政权。若是日后真有万一，也可免朝局震荡，保天下太平。想来此事你已经筹谋许久了吧？若女儿猜的没错，明日众臣所要推举的新主便是爹吧？爹，这也是为了怀吾的将来。随和啊，你对旭凤的一片痴心，爹全都明白。可你也看到了，连那圣女都说她回天乏术，命不久矣。你又何必为这么一个妖兽之人，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呢？爹，圣一族的医术天下无双，只要再多给那圣女一些时日，她定会有法子治好表哥的。你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？你好好想想，如若他日爹真的登上了王位，你便是公主啊！天下的好男儿还不任你挑选，你还怕找不到一个如意郎君吗？世界虽大，表哥只有一个，我的心里只有表哥一人。不行，我要去见表哥。你给我站住！秦琼，后院，把郡主送回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他踏出房门半步。是，郡主，请。纵使你将表哥拉下王位，今生今世，我也非表哥不嫁。哼！皇上到！臣等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今日有何要事啊？启禀王上，臣们不忍圣公不遇之时喧扰王上。然此事事关国祚，
实在是一刻都不敢耽误。何事如此紧要？说来听听。王上圣功不育，膝下无子，又知此多事之秋，是以臣等以为，王上应以国家社稷为重，善为贤德之事，方不负列祖英灵。你们是觉得本王有疾难堪大人？先王早薨，王上冲陵建作，主少国疑，内忧外患，幸得南平侯力挽狂澜，扶危定兴，因见不远，还望王上以大局为重，发尧舜禅让之举，早定国本。照柳青的意思，本王若不逊位，倒是成了怀吴的千古罪人了。臣不敢。那你倒是说说，若是本王逊位，谁能堪此重任啊？自然是要推荐一位刚正不阿、德才兼备的明主。刚正不阿，德才兼备。哼，不知今日是南平侯欲九合诸侯啊，还是副相要一匡天下呢？皇上，老臣万死，若有反心，天诛地灭。皇上，臣万死不敢。刘辞退大放厥词，其心可诛，请皇上严惩。皇上，臣的忠心日月可见。柳青，你口口声声说本王身患重疾，命不久矣，却不知道你是从何处得来的消息啊？近日圣医族圣女入内侍疾，请圣女前来一问便知。好，宣圣女。宣圣医族圣女谨命。圣医族圣女锦觅参见王上。免礼。谢王上。你且说说，本王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此前王上宵衣干时，操劳过度，确实身子有些虚弱。确有其事，没想到今日。不过，经臣调养以后，如今王上的身子强健，已无大碍。派去圣医族的人来消息，如何？圣医族众人平安，我们的人已经将他们严密地保护了起来。南平侯的人未曾留下活口。南平侯做事一向滴水不漏，不留余地。今日多安排一些人手在圣女周围，绝不能让南平侯有接近圣女的机会。是。可你先前不是说王上肾阳血衰，以致六阳不举啊？至于这个嘛，先前臣的经验确实不足，所以有些误判。不过，这些诊断极为私密，臣不记得曾与这位大人说过，不知大人是从何处得此消息的呢？你身为圣女，怎可出此纰漏啊？拿王上的圣体当儿戏吗？侯爷息怒，王上，臣之所以出了纰漏，皆是因为有人对王上的饮食做了手脚。这
这善丹上的膳食看似滋补，但药性相冲，多为18粉19味的虎狼之剂。如此长期服用，只怕后果不堪设想。这善丹从何而来啊？这善丹啊，回王上，圣女日前问过臣善丹之事，臣责令上山间总管董瑞喜誊录了一份。今日看来，这董瑞喜大有蹊跷啊！宣董瑞喜，董瑞喜，这善丹可是由你所拟啊？回王上，的确是臣所拟。那你可知道这上面的药膳能置本王于死地？我问你，何人之事？你供出同党，本王饶你不死。回王上，臣没有同党，也未曾受人指使。王上，此人心地歹毒，欲杀王上于无形，当立即斩首，以儆效尤。王上，此事疑点尚多，臣建议将董瑞喜收监，彻查此事。押入大牢。走，走。副相，臣在。此事交由你彻查。臣遵旨。众卿，人多力气，国家自混；人多技巧，其物自起。望各位能够恪尽职守，多学学南平侯刚正不阿，德才兼备。得此贤臣，夫复何求啊！啊，老臣多谢王上褒奖。臣等谨遵王意。侯爷，派去圣医族的人失去了消息。绝不能再让董瑞喜开口。属下明白。佛祖在上，请你一定要保佑表哥今日能安然度过此劫。郡主，郡主，可有打探到什么？幕府会议已经结束，原来王上身体安康，之前是因为饮食被人做了手脚，才导致那圣医族圣女有所误诊的。所以表哥身体无恙。圣女说了，王上身体强健的很呢。我就知道表哥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对了，可有查明是谁对表哥的饮食做了手脚？是上善监的总管董瑞喜。他可有同谋，或是受谁指使？只他一人。此番翼王的人及时赶到，救下圣医族的族人，真是万幸。他一向说到做到的。这回翼王的病也好了，你也无需跟着演戏，我跟着熬药了。哎，着实有些无聊。哎，不如咱们去听说书吧。
近来日日被困在这北苑山庄，我都快闷死了。好啊，走吧。哎，你说走就走啊？哎，锦觅，等我一下。只见战神翼王手握长剑，策马迎向那千军万马，他一声威吓，敌军便闻风丧胆，节节败退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就在此时，敌方将领来到翼王面前，两人各执长剑冲向对方。错。没错，当时这个翼王啊，的确是落入了敌军的陷阱，被敌军团团围住，情况万分紧急。可是翼王呢，毫无惧色，执起手中的长剑，直奔敌军而去。如此这般，以一挡百，翼王呢，杀出了重围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擒贼先擒王。只见翼王手中的长剑一出，敌军将领手中的长枪呢，便被挥去。待这个敌军将领回过神来，翼王手中的长剑已经架到他的脖子上了。这位姑娘，是你讲啊，还是我讲啊？啊，你这是要诚心抢我的饭碗呢？我只是觉得您刚才讲的跟事实不符，所以就多嘴了几句。不好意思啊，您继续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锦觅，你怎会知道翼王这么多事情？哦，我呢，前阵子陪着翼王演戏的时候，我听秦童讲了这些战场上的故事，我就记住了。然后呢，你被他们围攻以后发生了什么？水。哦。皇上，臣有事禀报。你先回去吧。皇上，您后面的故事还没说完呢。咱们病入膏肓的戏码又不是一日能演完的，左右你明日还来，不急于这一时。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好吧，那臣告退了。圣女，您可回来了，还请圣女速速随我去看一看王上。王上，王上怎么了？圣女过去一看便知，请。王上只需圣女一人前往。皇上，叫臣过来有何事啊？过来坐。哦。哎，坐这儿来。
不是喜欢做凤凰灯吗？今日我们便做一盏。哦，臣不会做凤凰灯啊。我会啊，你只要辅助我便可。嗯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啊。皇上，臣给您拖后腿了。你也知道啊。不过这样子也是勉强能看的嘛。这是你我携手做的凤凰灯，我可否留着？当然可以。这么丑的灯，可千万别送我。这盏灯是不能送你了，不过随我来。地分开，相隔万丈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月光连接了思量，写一封情书，一出间作为开场，万年一段，千年一行。这些凤凰灯都是送给你的礼物，你可喜欢？人世间如何慌张？我在情书里找到每生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哪里？这些凤凰灯是我初学的时候做的，做得不好，本来想扔掉的。这些灯全都是你做的吗？在那里歌唱弹奏着月光，我在情书里找到每生许愿的地方，种下一朵红莲，把时光燃烧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每生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弹奏着月光。这几盏你若是不喜欢，以后扔掉便是了。我喜欢，我全都喜欢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每生相遇的地方，
不行，锦觅，你要清醒一点。他是翼王，你是圣遗族的圣女，你怎么能对他产生这般情愫呢？他为何笑得如此好看？一定是这几日思绪太过紧张，才会有这般胡乱的想法。回去吃颗定心丸就好了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剩下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，看走着月光。锦觅，皇上，臣有些困了，先行告退。如此好时机又错过了，我方才是不是应该把他拦住啊？臣以为，王上方才应该拦住圣女。把这些灯送到锦觅院中去。郡主，我听说王上亲手做了整整1院子的凤凰灯，竟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那圣女而点。什么？他？想不到我竟想瞧了他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在这世上，谁也不能夺走我的表哥。穗禾公主，在下奉天后之命，特来开启公主的记忆，得罪了。锦觅，就连在这俗世，你也要与我争续凤。属下刚才冒犯了。为何锦觅那贱人还在这世上？属下无能，把灭灵剑弄丢了。就算没有灭灵剑，你也要给我想办法灭了锦觅。我绝不能让他和旭凤在一起，听到没有？是。董瑞喜一出，侯爷放心，他不会再给侯爷造成任何威胁。做的是否干净啊？副相虽有怀疑，但也找不到丝毫证据，已经以董瑞喜畏罪自杀定案。爹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爹，如今旭凤表哥身体安康，我与他的婚约也该提上日程了。穗禾呀，爹，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，但经过此番幕府会议，再想将表哥拉下王位可就难了。但你若将我嫁与表哥，将来我为表哥诞下子嗣，这孩子便可以唤你一声外公，你依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可以拥有无上的权利。穗禾如此执着，不如便成全他。如今翼王与我势不两立，若他真能驾驭旭凤，我还可保得势力；若旭凤执意不娶，再起兵也不迟。爹，臣拿你没办法。好，这几日我就找人
递折子上去，催旭凤早日成婚啊！成全了你这一片痴心。还是爹对我最好了。爹前几日将你禁足房中，没怪爹吧？以后再也不许关我了。好，不关，不关。昨日还想拉本王下位，今日就一个接一个的送来奏折，让本王记着与穗禾的婚事早日传承子嗣。这个南平侯还真是有法子让本王上火。不过臣以为，诸位大臣说的似乎也没错。王上年岁不小了，也确实该成个家了。他们不懂本王的心思，你还不懂吗？可是末将听老人们说过，如果男子久不近女色，容易什么呀？容易像王上这般上火。金东，你最近操心的事儿可是越来越多了。王上，圣女刚刚递来了折子。你说本王该放他走吗？这就要问问王上的心了。这灭灵剑竟然还未落下，旭凤，看来这便是天意了。你在看什么啊？啊，月下仙人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老夫啊，担心凤娃和小锦觅，所以特来此处瞧一瞧。不知颜右军又为何在此处啊？我和锦觅是老朋友了，特地来看他是否安好。你有所不知，我趁凤娃走时啊，扯了一条红线，将她与锦觅绑在一处。也不知今日二人是否绣得共枕眠了。凤娃怎的这般愁眉不展呀？你可知道她在为何事发愁？这怀乌的南平侯有个女儿，名曰穗禾，她与旭凤有一纸婚约。如今朝中诸位大臣纷纷递来折子，让他俩早日完婚呢。穗禾？哪个穗禾啊？莫非是那鸟族公主？不妥，我可不喜欢那个穗禾，她怎么能配得上我的凤娃啊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倒是有个办法，或许可以帮旭凤。快说给老夫听听。好，就这么办。颜右军果然有创意。金东，去拿几壶桂花酒来。王上怎么忽然有此雅兴？从战场归来之后，还从未见王上饮过酒。此仗难打，需要壮胆。臣这就去备酒。请求回圣医族的折子递上去也有几日了，为何丫丫一直没有回音呢？若是再留在此处，我该如何安放这份心意呢？倒不如远离此地，从此一别，思念一生。
皇上，您是醉了吗？今日南平侯联合众大臣上书，敦促本王尽快与穗禾成婚。王上文韬武略，郡主金枝玉叶，佳偶天成，是件好事。好事。王上，臣请求回圣医族的折子，不知王上是否看到了？王上曾允诺过我一个心愿。我以为你想要的是一道不必殉葬的赦令。百年族规，臣不敢逾越。初次见你的双眼，我就觉得非常熟悉。其后日日与你相对，即便痊愈了，我也不想离开。我回来后，本想先稳定朝局，再去寻你，怎料到南平侯先把你招到了北岳山庄，我是又喜又怕。喜的是能早日见到你，怕的是你在这里会有危险。宜昭为圣女，一生不可移。臣活着是王上的人，臣死了是王上的死人。这是圣医族百年之祖规，生死相托。什么生死相托？我不要你为我殉葬，反而我要让你好好活着。我不要你做我的什么活人死人，我只要你做我的人。臣自然是不愿意殉葬的，但若坏了族规，不用等到殉葬，臣怕是活不过明日。如果你愿意，我自有办法让你脱离圣女这个身份。死遁，你只需装病几日，随后撑死，然后我把你秘密藏于民间，过些时日，再以官宦之女的身份把你接回宫中。不可！纵使王上有1000种法子保我，圣医族也会有1001种法子将我处死。难道本王要养圣医族的鼻息吗？圣医族让你给本王陪葬，那本王就让他们给你陪葬。王上，万万不可！臣从小寄情于医术药理，过去如此，将来亦如此。况且王上从来没有见过臣的真容，臣面纱下其实粗鄙非常。我在你眼里就这么肤浅吗？不，王上在臣的眼里是明君，可王上有王上的天命，臣有臣的天职。以王跟圣女在一起，破坏了规矩，若是被有心人抓住了把柄，便成了王上的污点，对王上不利。我对你的这份情谊，在你眼里竟是个污点。皇上不该断章取义，臣只是觉得王上应以大局为重，为天下百姓缔造出一个太平盛世。为百姓创造太平盛世，和与你携手相伴有什么冲突？难道在你心里，我就那么不值得托付吗？你的折子，我是不会批的。看来王上罪得不轻，臣去为王上熬一碗醒酒汤吧。你不必走，我走。
王上，臣以为，王上久未成婚，膝下无子，确实难安民心，应当早早成婚，再多纳几位妃子充盈后宫，绵延子嗣才是啊。后宫空置，非明君所为。以老臣之见，纳妃之事倒是不急，早立后位才是正事。梁国今日蠢蠢欲动，枉我怀吾之心不死。南边的屠人，北边的霍洛人，屡屡侵犯我怀吾，挑衅我们忍耐的底线。如此时局，本王应有心思考虑婚事啊。可是王上，这些敌人一日未除，四海一日未同，本王便一日不娶。王上与小女的婚事乃先王所定，如今王上既然身体无恙，理当为国考虑，早日大婚，传承子嗣才是。不早了，退下吧。臣告退。圣女，今日我听闻南平侯和副相催翼王大婚，可翼王竟说那些个敌国一日未统，四海一日未平，他便一日不娶。没想到翼王如此铁骨铮铮，这坚韧崇高的信念，真让人佩服。小心烫！啊，你递上去的折子，王上可准了？那你还想在这儿待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王上有那么多大事要忧心，估计一时半会儿顾不上我们。你倒是住得舒服，你可知？你到底还想不想回圣一族？若是回去了，此生还有机会与他相见吗？在这里多待几日也无妨嘛，无妨的。慢走啊！郡主，其实这些事情您大可吩咐我们来做便是，何必您亲自前来呢？与表哥的婚礼是我期盼已久之事，如今婚期将定，我自然希望亲力亲为，让一切都完美无瑕。郡主对王上一片痴心，日月可见。日后王上定会好好宠爱郡主的。凡间为人不过短短一瞬，但能先嫁上旭凤一回，也好。
颜佑，你想做什么？看来你的仙家记忆已经开启了，可惜了，我还是喜欢前几日那个又傻又天真的你。定。唉，虽有记忆，却还是凡人肉身。穗禾公主，你应该不会料到，有一天会这般落在我手上吧？叶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对你做的事情还多着呢，该从哪里开始好呢？带我重返天庭，定让你好看。好看？我已经够好看了，不能再更好看了。我怕天上地下那些女子都受不了。你无耻！无耻？我无耻？哈哈！要论无耻，我可不及你穗禾的1/1000。想当年你在天庭对我做的那些事儿，我可是记得一清二楚。今日我们两个就来好好算算。颜佑，什么？郡主不见了？原本郡主还在车中与奴婢聊天，可是不知怎么奴婢就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车里就没了郡主的身影。启初在，马上派人全城搜索，务必找到郡主。是。哎呀，红红啊，红红，这明明约好的，这人到哪儿去了？哎，连翘，来，老胡，怎么啦？你是否知道月下仙人他到哪里去了？他说等不及你，要去凡间给锦觅和他的2侄子牵红线，让咱们自己玩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个老狐狸，咱想起一出是一出啊！他，哼！皇上，南平侯府来报，穗禾郡主失踪了。南平侯希望王上也派人一起寻找郡主的下落。这又是搞什么名堂啊？罢了，穗禾与他爹不同，你派人去寻一寻吧。不用寻了，郡主此刻就在山庄。什么？方才跟一个叫扑哧君的男子一起来的，说是有事请王上做主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。哎，你说旭凤会成全我们这对苦命鸳鸯吗？颜佑，你若再不放开我，待他日回到天庭，我定要你付出100倍、1000倍的代价。反正，在你的精心计算之下，我早就已经是个戴罪之人了，多一罪少一罪又何妨呢？更何况，能在凡间与你双宿双栖一回，我倒是欢喜得很。表哥，我从现在开始，可不能让你再开口了。这位就是扑哧君吗？小名扑哧，见过翼王。你此番求见本王，有何要事啊？小名乃是南平侯府的一名食客，因缘际会之下与穗禾郡主相识。虽然我们身份地位悬殊，但是我与他一见如故，相见倾心。我知道王上与郡主有婚约在身，我本不该对穗禾郡主生出非分之想，可是情爱一事，又怎是理智可控呢？如今我与穗禾郡主真心相爱，还望王上成全。穗禾，你也倾心于这位扑哧君吗？嘿嘿嘿，该我出场了。表哥，
表哥，我与扑哧君是真心相爱，是真心相爱，还望成全。还望成全。严佑，你居然还有帮手，竟敢对我施傀儡咒！待他人为天庭，我定要将你与你之帮手挫骨扬灰！哎呦，老夫这腰，老夫这腰。皇上，此番我来到此地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皇上若是要治罪的话，只有扑哧一人便好，切莫伤害郡主。这不是穗禾郡主吗？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人活短短一世，能遇到两情相悦之人，却是幸事一桩，绝不能轻易放弃。既然你与穗禾真心相爱，那本王便成全你们。今日，本王便取消与穗禾的婚事，还穗禾自由之身，由他自由选择夫婿。皇上英明，多谢皇上成全。起来吧。穗禾以后，定与扑哧相亲相爱，不辜负表哥的成全。这穗禾郡主不是一直痴心于翼王吗？怎的突然与府中食客相好？而且这翼王竟然大方地成全了他们，真是比戏文还精彩。哎，不去听说书了。这么精彩的戏都看过了，还听什么说书啊？走吧。起来吧。此计果然妙哉。我们走吧。殿下，我要去一趟人间。关于灭灵剑和灵火珠，也许有一个人能给我答案。是谁啊？况洛，你把玄机宫守好，我去便回。这灭灵剑和灵火珠能有什么联系？能给出答案的又是何方高人呢？看来，这都是天意。什么天意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还没回天庭啊？哦，你那妙计啊，让老夫玩得甚是开心，忍不住想与你说道说道。你是怎么想出如此妙计的？都是实践里面出真知嘛。唉，老夫虽然为人牵了这许多年的红线，可对于情爱一事，却还总停留在理论层面，鲜少有机会深入钻研一番，真是惭愧惭愧。不过看来此事还得向严佑君多多请教啊。哎，好说好说。哎，我听说这城中有家酒肆的桂花酒啊，这远近闻名啊，甚是好喝。不如我们二人边酌边聊啊？好啊，我觉得与严佑君你甚是投缘。今夜我们便好好畅聊一番。不过待我先看一看我的娃再走。他正忙光务呢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再说了，他现在一个凡人，你又不能和他说什么，还不如跟我痛快畅饮去呢。这人间，哇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不，严佑君此言差矣。这凡人所说的春宵值千金，乃是因为要行灵修之事。但若用于你我身上，不太恰当。我们这应该算是良宵。对，良宵，走。少主。嚯，身手越来越好了，切，还是这么无趣。
你不听话，我叫你不听话，叫你不听话，叫你不听话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叫你不听话，恩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起来，李儿还小，有什么可以好好说。你以为我不心疼他吗？我给他吃好的穿好的，让他做一条体面的鲤鱼，他就是不干，他偏要去泥潭里打滚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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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你答应娘亲，以后再也不要去泥潭里玩了，好吗？你可不许骗我，若是骗我，我一定不会轻饶你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恩主，让李儿先告退吧，我还要设禀告，好吗？走吧。那日你答应我，帮我抢回灭灵剑，可都办妥？爷爷无能，人未能抢回灭灵剑。你那是如何答应我的？你说过你会抢回灭灵剑的，为何骗我？你知道我最恨人骗我。爷爷不敢，只是这一切也许是天意。恩主，旭凤他始终是无辜的。无辜？无辜？他有一个那样的母亲，就注定他要为此付出代价。我要让他母亲也尝一尝失去儿子的锥心滋味。既然你下不了手，那我就亲自动手。说，灭灵剑在哪儿？我要亲自把剑夺回来，亲手杀了旭凤。干娘这是要附魔了吧？说，灭灵剑在哪儿？言有知错，言有志愿想办法去把它抢回来。你当真会为我灭了旭凤？起来，起来，我便再信你一回。你若再让我失望，我绝不轻饶你。你要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一条红鲤鱼，不再是小青蛇了，知道吗，李儿？叫娘亲。娘亲。哎，乖。好，李儿，娘亲以后定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，好吗？好。乖，好李儿。言有明白。李儿，这才是我的好李儿。不能再让干娘这般附魔下去了。侯爷，怎么，郡主还是什么都没吃吗？没有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我的乖女儿，你好歹吃点东西呀！你这个样子，爹实在是心疼啊！你放心，爹已经在全城通缉那个扑哧。你说，你是让爹把他凌迟处死，还是五马分尸？你们是抓不到他的。你这是在怨爹此番办事不力，可爹也没有想到，这个扑哧竟然如此的狡诈无耻。哎，这也许是一王买通了那个扑哧演的一场好戏。此事与旭凤何干？好，无关，无关。这些凡人真是愚蠢。女儿啊，你到底要爹怎么做，你才能高兴起来啊？如今身在凡间，
也只能靠他了。爹，你该明白女儿唯一的心愿是什么。爹明白呀，哎，可爹又不明白了，你为何与那个扑哧去请翼王给你们赐婚呢？现在翼王下旨毁了你们的婚约，此事已成定局，爹又能如何呀？哎，爹去想办法，想办法好吗？哎呀，你先吃点东西好不好？听话。走，来人，把郡主的饭端上来。绝不能让随和再这般痴迷下去。曲冲，速将此信送到梁国，越快越好。是。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，你如此的伤害随和的心，我岂能饶你？此番梁国出兵，你亲自出征之时，就是你的死期。皇上，圣女正在午休。他这几日乏得很，王上还请回吧。大殿，这些凤凰灯都是旭凤为锦觅亲手所做的。我有话要问你。这么巧，我也有事要找你。我们能够在此处相遇，看来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问你，你为何要抢灭灵剑？还有，虽然蜀仙已经承认当初是他用灵火珠袭击了旭凤，撇清了与你的关系，但恐怕他只是在替你做掩饰吧？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大殿，这问题能不能一个一个的问？这么多问题问得我头都大了。大殿若想知道这所有的答案，就请跟我去个地方。怎么，还怕我诓你不成？你既然能够想到我与灵火珠有关，就该知道我不会害你。你想要的答案都在这洞庭湖下，你不记得这里了吗？我应该记得这儿吗？难道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很熟悉吗？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只是为何我会害怕？看来你还是没有做好揭开谜底的准备。到底为何靠近此处，我便如此心慌？没事，你若是不想下去，我也不会勉强你。不过，此事虽然不急于一时，但是也不宜再拖下去了。若是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入这湖底，所有的答案自然就揭晓了。
我们就入这湖底，所有的答案自然就揭晓了。本王到底哪儿做错了？是不是王上前几日借酒壮胆，本想酒后吐真言，结果弄巧成拙，成了酒后失言？你倒是说说，若是你的媳妇儿不高兴了，你该如何哄她开心？那就要看看媳妇儿不高兴的程度。若是一般的不高兴，买些新鲜的小玩意儿哄哄便可；若是特别的不高兴，你当如何呀？那就买些更贵的小玩意儿。你当圣女是寻常女子吗？不敢。你先退下。臣告退了。等会儿，把那些新鲜又贵的小玩意儿都替本王找来。是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如此绝情？刘英，你我终是殊途，没有我，你会过得更好。说什么一刀一刀亲自恪守，说什么千年万年不会忘记的回忆，都是在骗我。殿下，你已经回来了。况洛，你还记得你儿时的事吗？当然记得。让你难过的事也记得吗？没什么难过的事啊。就算当时觉得难过，现在想想，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做神仙嘛，逍遥快活最重要了。你应该多想想开心的事。若真能如你这般，倒也好。殿下，可是想起了什么不开心的事？谁能无烦恼呢？岁月便是如同烦恼组成的念珠，
达官的人呢，不过是笑着数完这串念珠的。今日虽有挫折，却能坦然面对，才能预见明日豁达吧。匡洛，你可愿随我去洞庭湖走一趟？洞庭湖？殿下无论去哪里，匡禄都愿誓死相随。哇，好美的地方啊！殿下为何会想到来此处？这里也许有我想要面对的过去。你不是狐狸，每次都跟我们玩，快走，快走！找得快了，走，快离开里所。殿下，殿下，您可是想起什么来了？十分熟悉。走吧。是吧？无妨。云梦泽，这个名字倒是挺好听的。李儿，李儿，去找小伙伴玩吧，告诉他们，你本来就是一条红鲤鱼，你不是小龙。去呀，去呀！
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了？云梦泽，不是厉造吗？大殿，终于等到你了，请。恩主，夜神殿下求见。洞庭君在上，小神润玉这厢有礼了。上神何故行此大礼，折煞妾身了？行于所当行，先上受得起。小神心中有惑，特请先上赐教。妾身久居陋室，与世隔绝，上神怕是问错人了。近日偶得一幅丹青，久闻洞庭君博古通今，特来请先上一道品鉴。咦，娘亲，可否让我与洞庭君单独一叙？妾身不识丹青，要让上神失望了。无妨，那就让我为先上解此画。画中女子手腕上这串灵火珠，乃天界至宝，世间唯存2件。另一件，天帝大婚时礼聘天后，可见这画中女子与天帝渊源颇深。忽堕娇珠红素素，邂逅今朝不相离。这一联藏尾诗，海誓山盟，大有深情。句末2字恰好连成素离。落款处的北辰君前印是天帝陛下早年间自起的别号，对极为亲密之人才如此自称，知之者甚少。何人能得天帝亲会肖像，又以别号赋诗，聊表深情？况蜀仙受审时，曾多次提及素离名讳。天帝天后神色很是反常，天后善妒。这位素离仙子与天帝是何等关系，想必不言自明了吧？小神自幼便在醒经阁苦读，6界人物、掌故皆过目不忘，唯有素离2字似曾相闻，却偏偏毫无印象，就和我儿时的记忆一样，了无痕迹。看来，这位素离仙子是我幼冲之年渊源极深的一位故人，
有人故意抹去了我儿时的记忆，连同这个人、这个名字也一并忘却了。上神多思多虑、浮想联翩的能力，真叫人叹为观止。果真是我多思多虑吗？天地龙族修火系法术，小神也是龙族，修的却是水系法术。如此推断，我生母当出自水族无疑。这画上的素离仙子踏浪捉鱼，多半也是出自水族。而诗中所提到的鲛珠，便是人鱼类所化。正巧，小神也有一串，自幼携带，从未离身。素离早已死了，上神为何非要跟个死人纠缠不休？当日蜀仙赴死，看似蓄谋良久，要为死去的素离仙子复仇，表面上也离间了帝后，重挫了鸟族，但在小神看来，这布局缺了些章法和远见，实则并未真正撼动鸟族的根基，更像是天后发难时牺牲蜀仙的金蝉脱壳之举。追根溯源，唯一解释得通的便是素离没死，非但没死，还身居幕后，暗中蓄力，策划了一次又一次的行动，不断地向天后宣战。我的儿子终是长大了，素闻夜神智计无双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仅凭区区一幅画，就可以抽丝剥茧，诸多推断。那不知小神所言是否属实？推断终究是推断。夜神天皇贵胄，自有天帝和天后。天后非我生母，只因我是天帝长子，他才想方设法要将我牢牢控于掌中。这几千年来，在我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惦念自己的生母。上神，请回吧。自从当年的丽泽一场大火，你的母亲便早已不在了。我原以为母亲是爱我的，只是因为当年迫于情势，才骨肉生离。我猜到了画中人，诗中意，却独独猜不到，我日思夜想的生母，却如此退避三舍，使我如同陌路。不知究竟是我自作多情，还是母亲太过无情。为娘怎会不爱你？可是为娘走的是一条不归路，是非何时了？上神，你又何必执着？如今母亲另有孩儿承唤膝下，润玉无意纠缠。我只想当面问一句：若我真是母亲的耻辱，母亲为何要执意生下我？倘若母亲与父帝倾心相恋，又为何要折磨我，抛弃我？这是被母亲那串灵火珠所致。这是当年母亲刮我鳞片时所留下的伤疤，其他地方的鳞片都已长了出来，唯独这块逆鳞之腹，是我一生的伤，一世的痛。世人都晓龙之逆鳞不可出，我实在是想象不出，究竟是怎样的仇，怎样的恨，才会让母亲对亲生骨肉下此毒手？别说了，求求你别说了！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！生我者，毁我者，弃我者，
皆为无物，身心俱创，伤痕累累，全拜生母所赐。今日再拜，以还生母养育之恩。我不是你娘，你不是我不是你娘，你走啊！快走！丽儿。皇上不喜欢？皇上也不中意？那臣再去搜罗些其他小玩意儿，这些我先撤了。留下。胆小怕事，缩头乌龟。哎，这是何物啊？皇上，这是龙鳞。龙鳞？嗯，这是一位放路的神仙所赠的。神仙？嗯。男神仙还是女神仙？男神仙。这世上哪有龙啊？我看你是被骗了吧？不可能，臣亲眼看过好几次，绝对是货真价实的。亲眼所见？你们见过几次啊？皇上这么紧张干什么呀？我哪有紧张？皇上，您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把他召唤出来。不准啊！以后都不准。本王已经下旨了，举国驱除方士，你可别破坏了国家法度啊！是。书上说，一条龙的逆鳞只有咽喉下的一片是月牙状的，可是龙之逆鳞，拔之将死，触之必怒。有哪条龙会傻到让人去碰？又有哪个不怕死的会去拔呢？这个骗子连龙鳞都做得那么不走心，亏得你信。是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
那王上就把这个还给臣。哎，既然你说这是龙鳞，全当它是吧。我觉得它挺配本王，不如你把它赠予我吧。不可。臣的这位朋友乃是神仙，他好心相赠，臣再把他赠与王上，这不合适吧？还你。小乌龟，你不把龙鳞赠给我，我可没你那么小气。这个送给你。谢谢王上。哎，你觉得它像不像你呀？像，啊，像我？像吗？像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不把龙鳞赠我，我却赠你一只小乌龟，那你得送我点别的东西吧？那王上想要何物？其实也没什么东西，我想要的只有一物。何物？你好好想想吧。让我好好想想。唯独这块逆鳞之腹，是我一生的伤，一世的痛。你不要再说了，你别说了，你不是我儿子，你走，你走啊，快走！殿下不必克制。殿下如若需要人陪着，匡禄便留下。殿下若想一个人静一静，匡禄便离开。我没事，我只是记起了一些儿时的事情。殿下全部想起来了？一鳞半爪而已，都是些年深日久的噩梦。我记得儿时随母亲一起居住在太湖，一度以为自己是一条长得怪异的鲤鱼，总是被水族其他孩子欺负。收几个头上长角的怪物！快抓！什么大力？赶滚出离子！父帝是龙，母亲是龙鱼，我怎么可能变成鲤鱼？终于有一天，我忍无可忍。没想到那次反抗，竟让我尝尽苦果。娘亲不要！娘亲，娘亲不要！不要娘亲，娘亲不要！不要娘亲！灵儿乖，灵儿听话，一会儿就好了，一会儿就好。乖，不要不要！听话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不要不要！我的那些衣服，都是被我自己的鲜血染红的，一层未干，又染一层。从出生起，我便被母亲藏在湖底最为幽深黑暗之处。
无天日的活着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吗？八龙岭，玩龙角吗？黑暗，孤独，是寒冷，失血过后彻骨的寒冷，一点一点地刺入我的脏腑、骨髓。你知道冷到极处是什么滋味吗？五内俱焚，全身脏腑、骨头仿佛都在沸腾，在燃烧，恨不得烧尽我身上最后一丝余温，好干我心头最后一滴热血。如今想起来，还冷得直打哆嗦。别再想了，殿下。这般难过的往事，不如忘了更好。匡洛，你我虽为主仆，但你却是太子仙人的长珠，从小便在万千宠爱中长大，而我却是个被生母遗弃、见不得光的私生子。谁让你带他来此处？干娘，是孩儿不好，孩儿只是担心干娘日后会做出让自己追悔莫及的事情。你说，你跟我到底是不是一条心？说，你说，说呀，说呀！孩儿的命是干娘救的，孩儿的法术也是干娘传授的。干娘将孩儿养育长大，干娘莫要再独自烦恼了，让孩儿为干娘分忧解难吧。干娘既然日夜思念大殿，为何偏偏不与他相认呢？不堪回首，不堪回首。我本是龙鱼族公主，我族虽属天界，却世代定居太湖，算是钟鸣鼎食，安泰清贵。我自幼备受父兄宠爱，和钱塘君的世子定下婚约。有一年天后寿宴，我随父皇上天界贺寿，竟献夜明珠。当时我还年轻，懒于应付，又被天界奇景所吸引，流连往返之时，我迷路误入醒经阁，与一位仙人不期而遇。他自称思夜之神，道号北辰君，执守天地的醒经阁。此人博学儒雅，我与他一见如故。其后，我们日日相约黄昏后，跟他一起消磨的时光，总是美好而短暂。飞逝如流水，转眼间，往来愁和，不过时日有余。将欲顺之，必过逆之；将欲转之，必过折之。书法如同毅力，充满逆数。你要好好用心感受。
真是沧海月明，珠有泪；蓝天日暖，玉生烟。6界尽至，天地纠缠鲜花神，没想到对您也……花神是他一辈子的情结。他年轻时为了权位，弃花神取天后，岂肯善罢甘休。多年后我才知道，他当初引诱我，也只因为我眉眼间有几分互相股份。他在我身上寻找的，不过是子分的影子。江南生子木，灼灼孕芳华。人家是龙鱼，又非草木。鬼灵精。忽堕胶中，红素素。邂逅今朝，不相离。我随父王在天界住了月余，遍访诛仙后，便要回太湖了。在临别前一夜，我去找他，想与他道别，他却如晨露般消失个彻底。几番查问才知，天界当时并无夜神，而北辰君更是查无此人。无奈归期已至，我随父王去拜辞天后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天帝送我的灵火珠，为日后埋下了多大的祸患。回丽泽后不久，我竟发现自己怀上了他的骨肉。我偷偷诞下润玉，但试纸终究包不住我，还是被父王发现了。父王，龙，我父王一眼就认出了他的生父，那时我才知道北辰君的真实身份。我向父王保证，一定隐藏好孩子的身世，绝不拖累同族。孽障！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龙鱼族的公主。我偷偷诞下润玉，但是纸终究包不住我。我父王一眼就认出了他的生父，那时我才知道北辰君的真正身份。我向父王保证，一定隐藏好孩子的身世，绝不拖累同族。孽障！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龙鱼族的公主。无耻之有！他只顾自己沾花惹草，风流快活，却把所有的恶果都推向你一个人。
是我咎由自取。若我一人承担这恶果也便罢了，出了这等事，我父王自知理亏，主动解除我和钱塘君世子的婚约，再三赔礼道歉，哪知那钱塘君性烈如火，不依不饶，不久竟将我父王以不守婚约为名告上天界。不久天帝降罪，竟将太湖水面上36000顷的水泽之地尽数罚没给了鸟族。夺走太武，多半是为了取悦天后那只河东狮吧。燕佑，你还年轻，当时我也年轻，不敢以最坏的恶意去揣度人心，但其后我们母子陷入种种生死危境，他从来没有出面维护过，甚至连个影子，连一句话都没有。到那个时候我才明白，从一开始我就陷入了一个精心设好的局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太湖钱塘交恶，东南水系分崩离析。天帝通过鸟族控制了最富庶的800里太湖，而当时拥立天帝上位的天界第一重臣水神的职权也被削弱至何，一石三鸟啊！心思之缜密，深沉险恶，前所未有。群鸟按天后授意，成日在太湖上空盘旋，监视我们水下的动向。但当时天后并不知道我已偷偷诞下润玉，为了掩盖我儿的身世，免遭天后毒手，也为求族人平等对待我儿，我给他起名叫李儿，乔装成鲤鱼藏于丽泽深处，孤儿寡人，忍辱偷生。李儿，却没想到有一天，李儿她还是掩藏不住了。退下。是。李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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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儿。这是何人？他是我与天帝之子。撤！先生，银雀长老让我们查查湖底是否有异常，如此上岸，只怕不好交代。我洛襄府何时要向鸟族交代？太湖之上归鸟族，这水底下的事情还轮不到鸟族来智慧吧？先生说的是。本神方才仔细查验过了，湖底水文并无异常，只不过临近望月之期。潮汐渐涨罢了。天帝问起，如此答复。是。好生看护孩子，一旦被天后真知，他必不肯善罢甘休。太湖不能再出事了。曹永树，说，谁教你的？什么曹永树？他们打我太痛了，我生气就喊了一嗓子。
娘亲，我们下次不要再喊了，答应我，快答应娘亲，答应娘亲，答应娘亲。他们怎么总是嘲笑我、辱骂我、欺负我？是不是我被他们打死也不能反抗，不能喊叫？娘亲是不是希望李儿死掉？李儿，李儿，对不起，娘要削掉你的龙角，刮掉你的龙鳞，只是希望你能变成一条普通的鱼，金鳞红龙鱼什么都行。龙的命运你承受不起，娘和外祖、舅舅还有丽泽所有的生灵都承受不起。那时候我未婚生子，被视作家门之耻，众叛亲离，还要成日地方天后的眼线加害我儿，更因太微的欺骗，迁怒于他的骨肉，对离儿更是爱恨交织，成日精神恍惚，恨不得一死了之。定是受尽了煎熬折磨，干娘受苦了。不，受尽煎熬和折磨的是离儿。他的自愈能力很强，新的龙角鳞片没过多久又会长出来，只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苦行，循环往复，生不如死。到后来，还是丽儿她自己。我都恨不得一死了之。等我再大一些，能够完全幻化成人形，我便极少以真身示人。鳞片下那一身伤疤、丑陋、屈辱，实在不敢。从一条老青鱼那里得知，鱼离水必死。那天晚上，我下定决心，跃出了水面。岸上的鱼都会飞。天上挂着那么多夜明珠，真美。死了也值了。仙女，我死了吗？你是来接我上天的吗？你很想上天吗？待在湖里太痛苦了，只要不待在湖里，我哪儿都愿意去。可是你走了，那你娘怎么办呢？可怜的孩子，那你跟我上天好不好？是不是我走了，我娘亲就再也不会悲伤难过了？只要你听我话，跟我走，那你就不用受苦了。那我娘亲呢？你娘亲也会解脱的。把手给我。原来不是他遗弃了我，是我离开了他。后来的事情人尽皆知。
天帝始终对花神纠缠不休，将他强掳至天界，幽禁七蜈蚣。那时候在天界，废天后立花神的消息甚嚣尘上。天后为巩固后位，亲下太湖，一把火烧了丽泽，夺走了我的丽儿。朕走。天后，老夫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什么苦苦相逼，杀我儿子，屠我全族？只怪你教女无方，闺门会杂，败坏我天家血统。本座断断容不得你们一族。你个小人得志！老夫在此发誓，我族就是战到只剩一人，也要灭你鸟族！快走！父王，我不走。为父原谅你了。要活下去。童儿，我要和你同归于尽。不自量力的妖精！把这里给我毁了，一个活口都不能留。是。我的脸怎么了？你醒了，先生，这是哪儿？这里是洞庭湖的云梦泽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
不是应该在丽泽吗？当我赶到那里的时候，已经是一片废墟了。父王，女儿，你们都不在了，留素玲一个人在世上做什么？仙上莫要拦我，素玲家破人亡，万念俱灰，只想早日与家人团聚地下，求仙上成全。连你自己的孩儿都不管了吗？灵儿在哪儿？她还活着，被天后带去了天界。他们要对她做什么？你放心，毕竟他是天帝的长子，天后膝下也无所处。无论如何，他们都会善待于他的。你们两个是骨肉至亲，世上没有谁能把你们分开。只要你活着，总有一天，你的孩儿会和你相认的。我还能等到那一天吗？只要活着，就还有希望，总好过哀莫大于心死。仙上非我，安知我之悲？若是素玲，只以求死。人固有一死，太上不辱仙，其次不辱身。这是花界的血节生机膏，可以化腐生机。你们龙鱼一族世代清贵，倘若你真的求死，也需体面一些。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！害我斩毁人亡的就是这张脸，我才是罪魁祸首，我才是罪魁祸首，我才是。就算不是你，他也有法子将你们龙鱼一族驱出太湖。仙上此言何意？帝王心术，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眼下你的死讯已经传遍天界，你又何必再多死一回呢？振作起来，好好活着，总有一天，你的孩儿会和你团聚的。洞庭由我管辖，天后的势力还触不到此。好好在此地养伤吧。水神伯伯当时也正被天帝猜忌，怕是自顾不暇吧？如此高压之下，还能义无反顾地把干娘藏起来，实在可敬可佩。患难见知交啊！当时的我，一味沉浸在自己的仇恨里，根本不记得，当时天帝囚禁花神，逼花神与水神决裂，当时水神的孤愤悲痛之情，并不亚于我。果然真君子。既然水神与干娘有恩，干娘为何还要利用锦觅呢？当时我无意中翻看你那不务正业的6界美人图谱，突然间发现锦觅酷似花神，便猜测她是天帝之女，便想在天后寿宴之上揭露于众仙面前。我相信以屠瑶的性情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定会与太尉生出嫌隙。也许这个时候，我族便可东山再起。原来如此。可是锦觅是位水神之女，属仙事后与我提起，我才知晓，差点对水神犯下大错。我与锦觅交情匪浅，日后我会与她解释的。她重情重义，一定会理解干娘你的。走到今时今日，我早已别无选择。所有人都以为我死在了丽泽，我竟潜藏于此几千年，为的就是为我父临终发愿。我龙鱼族哪怕战到最后一人，也当以复仇雪耻，灭鸟族为己任。我作为龙鱼族的最后一个王女，自然
责无旁贷。当年我在醒经阁接触到不少典籍心法，为了报仇，我开始勤加修炼。不论邪魔正道，只要能增长修为，皆来者不拒。又召集旧部，正木新丁，把云梦泽建造的跟当年的丽泽一模一样，依托爱死，立志复仇。我龙鱼族将士今后为公主马首是瞻，为公主马首是瞻。难怪大殿下从未踏足过云梦泽，倒跟串门回乡似的熟门熟路，自己就寻摸过来了。对了，干娘，你当时只在醒经阁待了1个多月，为什么会记得那么多秘籍呢？你以为蜀仙在天上干什么？跟人下棋吗？夺子之痛，灭族之恨，不共戴天。这些年我思来想去，最彻底的复仇，就是让润玉接替天帝之位，掌管天界。但夺位之路，横成横败，变数太多，行差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不到胜券在握的那一步，绝对不能把他牵扯进来。父母之心，昊天罔极。大殿下果然是干娘亲生的。晏佑，你是好孩子，你定会帮干娘的，是不是？我果然是干娘亲手捡来的。干了！锦觅，枪火，干杯，干了！如今我们在翼王身边，还是不要太放肆了。那怎么行？这是姑姑把我们捡回圣衣族的日子，从此便是我们俩的生辰。每年我们俩都喝到一醉方休，为何今年就要破了这规矩啊？马上，来，干了，啊！枪火，今年呢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份贺礼。等一下，不是说好每年都不送生辰礼的？哎，今年特例嘛，喏，就送你这一次。喜欢吗？以后怕是没机会了。很是讨喜。不知为何，我就觉得吧，他跟你十分神似，特别可爱。锦觅，你对我如此上心，唉，可惜本圣女不能嫁人了，所以呢，我便只能爱你啦。来来来，我们接着喝，干了。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熟悉啊？我之前仿佛来过这里。双花，我以为我们再也见不到了，没想到你又出现在我的梦里了。这不是梦，锦觅，只有你能帮我出去。我想去告诉那个人，我爱他。爱到底是什么？爱便是你时时处处都想跟那个人在一起。他笑的时候你会很开心，他哭的时候你便会伤心。纵使你被禁锢，你也会不顾一切冲破这枷锁，去到他的身边。
我对王上仿佛也是这样的。那你便是爱上他了。我爱他。锦觅，锦觅，锦觅，你醒醒！羌活，咱们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啊，你都已经醉了，我一会儿就给你弄碗醒酒汤喝。万一一会儿一王召见，看见你这副模样，可如何是好？我没醉，我一点都没醉，而且都这时候了，一王肯定不会召见我的，绝不可能。来，我们继续喝啊！圣女，王上召见。这么晚了，王上何时召我？圣女一去便知。好戏开锣，观者速速就座。寡人怀吾一王是也。今日闲来无事，入山行猎，猎得梁国伏兵200。奴家圣一族圣女是也。近日闲来无事，入山采药，采得怀吾国主一名。好。大胆狂徒，何人派你轻薄寡人，剥寡人的衣裳，偷袭寡人的前胸后背？我问你，可是南平侯啊？哎，不对不对，那个时候，王上又聋又哑的，什么都听不见，怎么会说话？这情景不对。一王心想，你这土匪，奴家好心救你，为你更衣疗伤，却这般报答我，简直就是个炸了毛的乌鸦。那奴家就换你丫丫吧。医者为何以杀覆灭呀？王上，奴家丑。无妨，本王瞎。哎呀，那如此看来，王上与奴家真是蜈蚣配蝎子，杜仲配牛膝，天造地设，天下无双啊！小乌龟，你觉得他像不像你？像。你不把龙鳞赠我，我去赠你一只小乌龟，那你得送我点别的东西吧？那王上想要何物？你好好想想吧。让我好好想想。本王在你面前装过聋，做过哑，再当回瞎子也没什么。可是你说的，王上别被吓到才好。
一点点。可喝醉了？我刚才是不是特别臭？有没有吓到你？太快了，没感情。那又能怎么样？月光连接了思量，写一封情书，一出间作为开场，万年一段，千年一行，1000年10000年，从此两不相忘。人世间你不怕死吗？我虽然贪生怕死，但是我更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我喜欢你。再说一遍。王上不是半瞎吗？怎么这会儿装聋了？本王想知道，是你喝醉了，还是我在做梦？如何？看来不是本王做梦，是圣女在耍酒疯。我没有醉，我只想让你牢牢记住我说的话，听清楚了。我喜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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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，看走着月光。王上，前线急报。那我先走了。殿下觉得洞庭君是因为殿下当初离开他，生殿下的气，所以才不肯相认吗？虽然我根本不记得其中的曲折，但那夜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跟天后走了，对母亲而言，想必是很深的打击和伤害。天下的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，那个时候殿下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，洞庭君最为清楚。我想，他应该能理解殿下当初的选择。干娘姓卷，还请大殿海涵。无妨。几句话，在这儿说也一样。昨日孩儿对母亲说了很多重话，孩儿心中深感不安。孩儿离开之后，又忆起一些旧事，这才知道。是孩儿错怪了母亲，原来不是母亲遗弃了孩儿，而是孩儿抛弃了母亲。当时年幼无知，一定伤了母亲的心，润玉惭愧。如今久别重逢，
得见母亲康泰，还有2位出类拔萃的义弟承欢膝下，代为尽孝。润玉心里实在高兴得很，也自责得很。孩儿今日不求母亲原谅，但求来日方长。孩儿相信，总有咱们母子相认，得享天伦的那一日。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苟活至今，为的是手刃仇人，为亲族报仇。请原谅娘的无情，害你幼年时吃了那么多的苦，受了那么多的罪。既然你有翱翔9天的记忆，为娘又怎忍心把你拖入无间炼狱？本愿你一世平安，长空万里。今日没能与母亲相认，倒是添了2个兄弟，真是意外之喜。来日方长，今诚所至，今时未开。母亲那里还望言佑你多费心。放心吧，大爹，此事我一定会尽力促成。干娘并非顽固，只是眼下有些事情不方便详说，大爹莫要操之过急。这些年多亏你侍奉母亲，待我尽孝，润玉感激不尽。以后我们便以兄弟相称吧。那你真的是我的大哥吗？润玉仙，锦觅姑娘，润玉今日不请自来，有些唐突了。无妨无妨，本来我想过几日请润玉仙来的。上次不是跟你说好了一起赏昙花吗？可是那日晚上不知怎么就睡着了，实在抱歉啊，润玉仙。锦觅姑娘，润玉今日不请自来，有些唐突了。无妨无妨，本来我想过几日请润玉仙来的。上次不是跟你说好了一起赏昙花吗？可是那日晚上不知怎么就睡着了，实在抱歉啊，润玉仙。今夜这事闹得有些大了，我必须要消除你们所有人今晚的记忆。姑娘不必介怀，来日方长。润玉仙，我醒来以后发现手边多了这朵昙花，是不是润玉仙种的？
正是，我还以为姑娘要采集昙花治病救人。不愧是神仙，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。不过我的那个病人已经痊愈了，所以就用不着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那今天呢就借花、烹茶、敬仙。润玉仙，清香甘冽，真是好茶。哎，对了，之前润玉仙说，那位仙子曾经答应过你，跟你一起赏昙花，不知近来可好啊？她呀，此刻正在人间历劫，有些辛苦。不过好在人间不过弹指100年，她应该很快就能回去了。能让润玉仙念念不忘的，那定是位精彩绝艳的仙子吧？她和锦觅姑娘一样，十分善良。你的尾巴可真是无与伦比呀！我自小丑陋，面目可憎。他是这几千年来第一个见到我真身的，竟毫不嫌弃，还待我和旁人一视同仁的人。以后，每当我最彷徨、最无助的时候，也每每得那位仙子指点迷津，我心中很是感激。长成这样叫面目可憎，你们神仙未免也太谦虚了吧？我跟丫丫说我长得丑，按照神仙的标准，其实是一句大实话。不知润玉仙心仪的那位仙子得美成什么样啊？锦觅姑娘，其实润玉今日前来是有一事想要请教姑娘。烧伤？何许程度的烧伤？伤在何处？患者多大年纪？大概伤了多久了？是一位关系与我十分密切的长辈。几千年前，他被烈焰烧伤了脸部。这位长辈今年19800岁整，尚属年轻。19800岁？哇，我出道至今从未给如此高龄的患者诊过病啊！神仙也会生病烧伤吗？天界有医者吗？神仙也会烧伤，也会生病。其实，我很想为这位长辈做点什么，只是因为种种原因，不便请岐黄仙官出面诊治。今日前来找锦觅姑娘帮忙，也是抱着万一的希望。看来那位神仙对润玉仙来说极为重要，说什么也得帮帮他。润玉仙，请稍等。这个是红玉生肌膏，这个是血洁生肌膏，外敷1日3次，可以去瘀定痛、止血生肌的功效。不过，我不知道那位仙人具体病症，手上只有2件对症药，姑且都拿去试试吧。我果然天赋异禀啊！出道至今收治的第1个病患是王，第2个病患是神仙。神仙呢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那润玉谢过锦觅姑娘了。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若没效果，再来找我，我另外再配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带你去见那位长辈，他见到你，想必也会十分高兴的。好说好说。天快亮了，那润玉就先告辞了。哦，告辞了。
启禀天后，叶神他们便是从这一带下去的。果然灵力有动，恐怕我们已经找到老巢了。先回天界召集天兵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是。我道是谁？原来是天后法驾。我以为是谁呢？又是你！水神的地盘，你怎在此？果然包藏祸心。这可不是子方云宫。天后一来就气势汹汹地污指我和水神包藏祸心，天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也不想着给天地存些颜面。大胆！你跟谁说话呢？哼！你们窝藏天界重犯，当我不知道吗？我倒要看看，你牙尖嘴利有几条命。我跟这位兄台还真是八字犯冲。原来你是天后的人，看来谋杀锦觅是天后在背后主使了。杀他灭口，将功折罪。是。你终于来了，是你，是我。太湖龙鱼死而不僵，我先前就有一心，你这妖姬，诡诈多端。哼，今日我定要叫你去见你的族人。太尉无道，如我一生，徒摇你夺我子，灭我全族。千年来我寝食难安，是要尽负你们的暴政。今日天地不在，替天行道，杀了天后，也可告慰无辜的父兄和族人了。哼！灭日兵灵，原来你就是谋害我儿的幕后真凶。看着不错，闻着也不错。殿下的一番孝心，我想洞庭君必会感动的。其实还有一层意思，我打算待锦觅结束历劫，带她去见母亲。有这2盒生机膏在前，希望她能给母亲留下一个好印象。殿下想得周到，锦觅仙子那样的性子，定会得老人家的喜爱。眼看就要到洞庭湖了，殿下将这生机膏收好，免得洒了。哥姐姐，李儿，小泥鳅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是不是又离家出走了？不好了，有人要杀娘亲。什么人？金色的。天后。
玉。灵儿，傻孩子，你不要命了？你这不是来送死吗？任玉，你也要跟我作对吗？母神，她是孩儿的生母，求母神看在父帝和孩儿的面上，网开一面。你这孩子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连你小时候的魄力都不如。你忘了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。你是来接我上天的吗？你很想上天吗？待在湖里太痛苦了，只要不待在湖里，我哪儿都愿意去。只要你听我话，跟我走，那你就不用受苦了。那我娘亲呢？你娘亲也会解脱的。这颗浮梦丹吃下去，大梦三生，往事皆如浮云，如你所愿，那你就解脱了，你娘也会解脱了。都是因为我，娘亲才会过得这么辛苦。娘亲，灵儿知道你爱我，可是娘亲的爱太痛了，灵儿实在承受不住。娘亲，灵儿走了，没有灵儿这个蚩尤，娘亲一定会很幸福。再走了，孩儿再也不离开你。润玉，你可想好了？你现在是天地之子，难道要认贼作母吗？灵儿，母神，孩儿知道，这么多年来，您总在担心我会与旭凤相争。其实孩儿从未生过此心。我与生母分别多年。我现在只想和他一起安静的生活，其余的我什么都不要。我向母神网开一面。今日你若选他，你就不要再叫我母神。母神，我求您了，我求您放过他吧，我求您了，我求您了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！我求你了，母神，我求你。最后悔的事，就是遇到天帝。
一件事，娘亲从不后悔，就是生下你。孩儿从未恨过娘亲，孩儿全都相信。原来娘亲没有抛弃孩儿，是孩儿受了天后的诱骗，服了她的伏梦丹，这才娘这一辈子亏欠你的太多，这些年娘亲好过的，娘累了，剩下的路就靠你自己一个人去走了。娘好累，你就这么抱着娘，抱一会儿。不，娘，你别睡，你别睡。孩儿这就来救你，孩儿这就来救你。干娘！我能救你，大爹，干娘恐怕已经不行了。任玉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夜深节哀。过去1000年，洞庭湖的100万生灵，皆仰赖洞庭君的照拂。
今日令堂羽化而去，夜神一怒，恐将伏尸千里，还望夜神千万节哀之路，以天下苍生为念，承继洞庭君遗责，为令堂积德行善。水神，你来的正好，给我杀了这个孽子！好，那今日本座便亲手送你跟你娘亲团聚。住手！既遭夜宴，便有夜果。这么多年，天后四处树敌，果真是问心无愧，毫无忌惮吗？你窝藏宿离这么多年，今日你的地界上又发生这样的事，水神莫要告诉本座，你对这妖姬的阴谋一无所知。见到天地，自有分说。干娘想对你说的话，她的前尘往事，都收摄在这颗夜明珠里面了。陛下，这是有关洞庭湖一事的奏报。你竟然不看？难道你都了解了？你说你与蜀仙毫无勾结，可你却救下了素离，且素离久居你所管辖之洞庭湖，他所做的那些事，让本座如何相信你毫不知晓？我承认我救过素离，那是因为我不愿看到水族同胞生灵涂炭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本座知你从不说谎，也不屑于这些犬兔之争，可你为何要牵扯其中呢？为何？素离与陛下有过一段旧情，陛下又可还记得？我与他那些不过是前尘旧事，何必再提？若非这些陈年旧事，素离又怎么会生出这般妄念，误入歧途？水神的意思是，素离今日种种触犯天条的行为，乃是本座造成的吗？不过是因果轮回罢了。那你呢？今日你为何去洞庭湖？皆因他当年的冤屈，才导致了今日的谋反。天后如此赶尽杀绝，未免矫枉过正。我如何能袖手旁观？天界日后又如何在水族中立威服众？水族不服，是天界不仁。你倒是一向仁慈，但你可曾想过，正因为你的仁慈，才招致更大的灾难。你若没有救下素离，何来今日之祸？陛下的意思是，今日之祸皆因我救下素离，还是另有原因？陛下需要我来阐明吗？就算你对素离并无半丝情分，可润玉是无辜的，
他毕竟还是你的孩子，也是锦觅未来的夫婿。无论如何，素离都为他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，还望陛下能够妥善处理此事，莫要再连累无辜啊！陆离，你这是在为难本座。本座若不惩治这些洞庭余孽，以儆效尤，何以服众？倘若个个都来效仿，难道要本座全都法外开恩吗？我只求陛下秉公任职，不要一错再错。滚！都给我滚！我就知道，我养了个白眼狼。任玉跟他的母亲一样可恶。参见天后。齐渊，你先前说是严佑抢了灭灵剑是吗？是。严佑怕是素离派来对付旭凤的，你立刻将那灭灵剑找回来，千万不能让他们加害旭凤。是。夺回灭灵剑之后，将那锦觅杀了。别忘了你最初的任务。齐渊明白。你见到刘英了是吗？回天后，属下的确见过刘英。天后您放心，属下心里明白该怎么做。见到他之后，就情难自已，想要与他双宿双飞，对吧？属下不敢。只要你把锦觅的事情办妥，本座倒可以考虑考虑。你俩也并非绝无可能。可是世界天蚕，那些小虫子，本座自有办法。齐渊谢过天后。他已经回魔界了吧？你为何还要回来？你口口声声说让我忘了你，可你又何曾忘了我？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去不回。但愿洗去浮华，木慈，你看这景象，像不像我们曾经在魔界看到的景象？你已经打得够多了，这只是我的。事与愿违，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去不回。哎，公主，公主，在哪儿啊？山洞。会随花香远飞，一壶清酒，一山珍回。一念来回，同一生无悔。公主没事吧？
你抓着我干嘛？木慈怕公主受到伤害，唐突了，公主。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留着去跟父王讲吧。我要听你的真心话。木慈的职责所在嘛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让你受到半分伤害。那你是不是说你喜欢我？公主，公主莫说笑了。公主千金之躯，木慈怎敢有非分之想？那我对你生出了非分之想，又该如何？愿余生无悔，随花香远飞。一壶清酒，一生尘灰。一念来回，度余生无悔。一场回忆，生生灭灭，了了心扉。公主，木慈之错。若你觉得这是错的，我愿意这一生一世都与你错下去。时候不早了，公主，再不回去，王上该着急了。哎，我手环怎么不在了？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明明带着的呀。这是我娘亲的遗物，你帮我找，这对我很重要。对不起，我没找到。别说话。好美啊！丢了你娘亲的遗物，如何是好？不是找不到，根本就没丢。其实，我只是想与你在一起，多待一会儿。木慈，幽冥之怒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又去了哪里啊？当年幽冥之怒现世，魔尊发现我是灭灵族后人，说我是不祥之人，会殃及魔界众生，便将我囚禁于余渊之中，受八寒八热之苦。若不是有人相救，恐怕我早已魂飞魄散。救你的是何人？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，可是因为你恨着魔界。你若是因此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，那我便不做魔族公主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想做一个同你朝朝暮暮的寻常女子。不如我们就在这凡间做一对平凡的夫妻，我们俩携手游遍凡间的万水千山，好吗？
给你任何承诺。我该走了。我知道你如今做那些事，并非出自你的意愿。你有任何苦衷都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帮你的。对不起。我没有罪，我只想让你牢牢记住我说的话，听清楚了，我喜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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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锦觅，皇上，可会下棋？略懂。梁国突然集结兵力进犯怀武，明日我便要亲自出征，迎战梁国。